大家好啊，今天来讲讲如何用风水来化解小人。小人是什么呢？就是阻挡或是破坏我们的事情，让我们受到挫折或者失败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啊，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人，这确实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无形之中呢，就会给我们压力，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破坏的作用。很多人呢，在这方面一定都有吃到苦头啊，严重的呢，可能丢了工作啊，家庭破坏，或者说名誉扫地，甚至于毁于一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风水中啊，因为有很多不当的布局，所以导致了犯小人。以下呢，就是几种不当的风水造成这种小人的情形。首先呢，风水学上，从大门看出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要非常注意。如果我们右手边我们叫做白虎，这个白虎太高的话，太长太旺盛，就会常常造成这种动来动去的形状，会造成犯小人的格局。比如说你家里的车库在右手边，尤其是美国，车库的高度比左边高，或左边没有房子，车库的长度比左边又长，右手边的花草树木又特别的高，右边的树高于左边，这些都会犯小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房子呢，或者我们座位的环境，就应该要左高右低的原则，才能预防犯小人。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看到的这个情形。另外呢，对于办公室的摆设来说呢，办公室常常我们在右手边会放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习惯用右手，所以放了很多文件在那边。那这些放了很多文件叠高起来呢，就会犯白虎煞尤其是另外一个手机放在右手边，手机响的时候也会犯白虎煞。那右手边的东西叠得很高，左手边的地方相对的就很低，这些都是错误的摆设。我们的位置一定要在桌面上一定要左高右低，左边要动，右边要静。所以家里的电话和自己的手机呢，尽量不要放在右手边的位置，因为放在右手边呢，接起来电话，相对左手边都是一些不重要的电话，或者说推销的电话。放在左手边呢，你大部分能够接到比较好的能量，接的电话呢，也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消息，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另外呢，很多人在家里放了很多的玩偶以及人的照片生活照以及人的造型的东西。当然，家人的照片一定可以放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家人的照片或者朋友的照片放的太多，而且放的位置是在我们的座位的后方，我们就要注意了这有可能造成犯小人的格局。这些照片最好是放在我们的视线的前方，或者放在这个走道的墙壁上面或者是在我们视线的左手边。这样不但能够增加对我们的帮助，也不会造成有犯小人的格局。家里的玩偶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因为玩偶往往有2个眼睛，所以这个眼睛就会造成犯小人的格局。千万要非常小心会造成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争吵以及不需要的问题，这些都会产生。所以这个眼睛不要常常盯着你的话，你就会觉得有压力居家生活呢，很多沙发是后面没有靠着墙壁的，这在看风水的时候常常会看见。如果后面这个沙发没有靠着墙壁一般来说我们叫做没有靠山人可以在后面走来走去的话，或者说你后面是靠着窗户的话，这也是一样，人可以从后面看你在做什么。沙发的位置后面靠墙，但是和大门的方向却是反向的，这也就是说你坐在沙发上面要回头才可以看到大门，这些也是摆设的错误如果你的座位的后方没有墙壁
人可以走来走去，可以偷窥你所作所为，这些就是表示说你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很容易被人家设计，也容易遭人暗算。基本上如果说你在办公室，如果说你是座位后方是后无靠的话，你可以把一个黄色的夹克里面吊一个5帝钱就可以避免这些犯小人的情形发生。另外呢，在家里的厨房也是很容易造成犯小人的情况。比如说呢，你在煮饭的时候，后面是窗子或后面是这个门，那也会造成犯小人的格局因为炉灶头最好是在一个前后左右都没有窗子的位置，要尽量避开有窗子有门这样才不会造成犯小人的格局。OK， 以上这些呢，简单的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这些都是在去看风水的时候必犯的情形发生。这些大家如果说呢，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稍微留意一下呢，应该会减少不少的麻烦。好的，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